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？每天早上出门前都要在厕所里耗掉半个小时，蹲到腿发麻，憋得满头汗，肚子胀得像塞了块石头，最后什么都没出来，拖着一肚子的气去上班。很多人觉得腿脚肿不是什么大事，忍一忍，抬抬腿，晚上泡个脚就好了。实在不行，去药店买点活血的药对付一下。其实啊，这双腿如果长期又肿又胀又发沉，真的不能随便忽视，搞不好要出大问题。前阵子门诊来了一位67岁的大妈，双腿肿胀将近2年了，一直以为是人老了气血不好，也没当回事。那天下午买菜回来，走了没多远，突然腿上一阵剧痛，整条小腿又红又烫，当场就走不动了。家人赶紧把她送进急诊，一查发现是下肢深静脉血栓，血管里的血凝固成了血块，随时可能脱落跑到肺里去，那叫肺栓塞，可以几分钟之内夺命。你看，中老年人的腿肿不是小事，这背后藏着的风险真的能要命。所以腿脚肿，第一件事不是捂，不是揉，不是随便买药吃。那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得先搞清楚这腿到底是为什么肿起来的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腿脚反复浮肿这件事，背后藏着几个绕不开的原因，说清楚了你才知道该怎么对症下手。第一，回流的力气不够了。血液从腿部往心脏方向流动，靠的是小腿肌肉的挤压。这就好比一条靠手动泵水的管道，年轻的时候腿部肌肉有力，走路多，泵得勤，血液顺畅往上走。年纪大了，活动少了，小腿肌肉萎缩，泵水的力气越来越弱，血液就开始堆在腿部，堆多了就肿起来了。很多长辈退休之后喜欢久坐久站，一坐半天不动，这种情况下腿肿得更厉害。第二，血管壁老化，渗漏了。血管就像家里用了几十年的水管，年轻时管壁厚实有弹性，什么都漏不出去。老了之后管壁变薄，弹性下降，管壁上的小缝隙越来越多，血液里的液体成分就慢慢渗到血管外面，积在腿部的皮下组织里，腿就变得软乎乎的肿着。早上起来稍微轻一点，一到下午就肿的袜子都套不进去，就是这个原因。第三，肾脏处理水的能力下降了。肾脏是身体的过滤厂，负责把多余的水分和废物从血液里过滤出去，变成尿液排出体外。人上了年纪，这座过滤厂的效率悄悄下降，水排不干净，就积在身体里。腿是最低的地方，水往低处流，自然就先堆在腿上。如果你发现最近尿少、泡沫多，腿肿越来越明显，一定要尽快去查一下肾功能。所以你看，腿肿这件事，不是揉一揉抬一抬就能解决的，得把回流能力补上来，把血管壁养结实，再帮肾脏减轻一点负担。这3件事缺了哪一样都不行。为了消腿肿，不少长辈这些年试了不少法子，有些偏方在邻居之间传来传去，听起来有理，做起来却把身体越搞越坏，说出来是真的让人心疼。63岁的刘阿姨听老姐妹说，腿肿就是湿气重，每天用浓盐水泡脚能把湿气逼出来，她信了，坚持泡了3个多月，每次泡完腿确实暖和，感觉轻松一些。结果有一次体检，医生发现她血压比上次高了将近20，脚踝处的皮肤也因为长期盐水浸泡变得粗糙脱皮，破了好几处小口子还没察觉。其实啊，泡脚的盐水浓度越高，皮肤吸收进去的那就越多，那多了就会让身体储水，血压随之攀升，腿肿反而更难消。泡脚暖一暖，促进局部循环是好事，但浓盐水泡脚是适得其反的，本来想消肿，反而把血压往上推，这个代价太大了。70岁的陈伯长期腿肿，儿子在网上查到说红豆薏米水利水消肿，就天天煮给他喝，一喝就是大半年，一天喝好几碗，觉得天然的走没坏处。后来陈伯去做常规体检，尿酸高的超出正常范围一大截，医生问了饮食习惯才知道是薏米吃多了。薏米确实有一定的利湿功效，但天天大量喝，嘌呤摄入明显增加，对本来尿酸就偏高的老年男性来说是雪上加霜。尿酸高了，痛风就跟着来了，关节又痛又肿，比腿肿更难受。所以薏米红豆水不是不能喝，但不能当水随便灌，要适量。有痛风史或者尿酸偏高的长辈直接绕开这个方子。最叫人揪心的是长期靠利尿药消肿的情况。有一位72岁的长辈，腿肿了好几年，
医生开过一阶段利尿药，后来病情稳定了，医生说可以停药了，但他自己觉得一停药腿就重，就跑去药店自己买着继续吃，吃了将近2年，有一天突然心跳乱得厉害，急诊一查是严重低钾血症，心律紊乱，住进了 ICU。利尿药在把多余水分排出去的同时，也把体内的钾一起带走了，长期吃钾不断流失，心脏就开始出问题。这种药必须在医生监测下用，绝对不能自己买来当消肿茶喝。这些法子流传的这么广，不是因为大家坏心，而是因为短期内感觉好像有点用，或者听起来很有道理。但身体是很诚实的，错误的方法迟早会在体检单上留下痕迹，甚至直接送进急诊室。我们理解长辈们想省事，想自己搞定的心情，但腿肿这件事真的需要用对方法。其实啊，大自然里有几样东西，吃对了能从根子上帮腿部建立起正常的循环，把积聚的水慢慢代谢出去，既安全又温和。第一样，玉米须。别小看这个，很多人煮玉米的时候随手把它扔掉，太可惜了。玉米须里含有大量的多糖和黄酮类物质，能够促进肾脏的过滤功能，帮助把积聚在身体里多余的水分和代谢废物通过尿液排出去。它的作用方式很温和，不像利尿药那么猛，不会把钾一起带走。正确的用法是把新鲜玉米须洗干净，大约30克，加入500毫升清水，小火煮15分钟，当茶水慢慢喝，一天喝2次。如果买不到新鲜的，药店有干燥的玉米须，10克配400毫升水煮开也是一样的。要注意的是，本身就在服用利尿类药物的朋友，不要同时大量喝玉米须水，叠加起来可能造成电解质紊乱。一定要告诉你的医生你在喝这个。第二样，冬瓜。冬瓜是消肿食物里最接地气、最好买、最便宜的一个，却也是最常被忽略的一个。它里面的钾含量不低，钾能帮助身体把多余的钠排出去，钠少了，身体储的水就少了，腿自然消一圈。而且冬瓜本身热量极低，几乎不含脂肪，对血糖、血脂都很友好。吃法上，推荐连皮一起煮汤喝，冬瓜皮的利水效果比瓜肉还要强，扔掉就太亏了。每天可以吃200克到300克，做汤、清炒都行，别加太多盐，盐多了把冬瓜的利钠效果直接抵消掉，等于白吃。肾功能不好的长辈要少吃，因为冬瓜钾含量偏高，肾脏排钾能力差的话容易造成高钾血症，那比腿肿更危险。第三样，黑豆。腿肿的根子里有一条是血管壁老化、渗漏，黑豆里丰富的花青素和异黄酮，正是帮助修复和强化血管壁的好东西。血管壁结实了，液体就不容易往外漏，腿肿从源头上就减少了。而且黑豆含有优质植物蛋白，蛋白质是维持血管内渗透压的重要成分。很多老年人腿肿一部分原因就是蛋白质吃得不够，血液里蛋白浓度低，水就跑到血管外面去了。每天可以把20克黑豆泡发之后煮粥或者打豆浆喝，坚持2-3周就能看到腿部的沉重感慢慢减轻。但这里有一个必须说的陷阱，市面上有一种黑豆做的黑豆酱，含盐量非常高，有些人以为吃豆制品就是在补黑豆，结果摄入了大量的钠，腿肿不仅没好，反而更严重了。认准是原味黑豆，自己煮，不要依赖加工食品。第四样，番茄。番茄里的番茄红素是强效的抗氧化剂，能减少自由基对血管壁的侵蚀，延缓血管老化。同时番茄含钾量也不低，有辅助排钠消肿的作用。关键是它怎么吃，番茄红素是脂溶性的，生吃或者直接榨汁，吸收率非常低，效果很一般。正确的吃法是加少量植物油炒熟再吃。番茄红素在加热之后会从细胞里释放出来，遇到油脂之后吸收率可以提升好几倍。每天1到2个中等大小的番茄，炒鸡蛋或者做番茄汤都行。要注意的是，空腹吃大量番茄容易刺激胃酸分泌，有胃溃疡或者反流性食管炎的长辈，最好放在饭后半小时吃，别空腹大量吃。第五样，适量的深海鱼。三文鱼、沙丁鱼、金枪鱼这类深海鱼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，能够降低血液里的炎症反应，让血管保持柔软有弹性，同时改善血液的流动性，帮助静脉回流更顺畅。腿部静脉回流不好是腿肿的一个重要原因，从血液粘稠度和血管弹性2个方向同时改善，腿肿才能真正减轻。
每周吃2到3次深海鱼，每次大约100克，清蒸或者水煮最好，不要油炸。炸了之后不仅欧米伽3被氧化破坏，还多出一大堆多余的热量和氧化脂肪，对血管反而是伤害。有痛风的朋友要注意，沙丁鱼等小型深海鱼嘌呤含量偏高，痛风急性发作期绝对不碰，稳定期也要控制量，和医生确认之后再吃。用这些天然食物调理腿部浮肿，不是吃1天就能立竿见影的，通常需要坚持2到3周，才会感觉腿部的沉重感和肿胀慢慢在减退。不要吃了3天没感觉就放弃，也不要因为看到效果就猛吃，任何东西过量都会出问题。同时要记住，这几件事必须配合着做，每天保证走路或者做腿部抬高运动至少20分钟，帮助小腿肌肉泵血，光吃不动效果打折。控制每天的盐摄入量，不超过5克，盐多了储水，吃什么都白搭。每天喝够1500毫升到2000毫升的温水，水够了肾脏才能顺畅工作，把废物冲出去。其实啊，腿脚的变化是身体最直接的信号，它肿了是在告诉你循环出了问题，血管在老化，肾脏在偷懒。我们不是要跟身体较劲，而是要听懂它的话，用温柔一点的方式去帮它一把。年纪大了，很多事情身体确实不如从前，但吃对了，动起来，少吃盐，多喝水，这些事情每个人都做得到。今天说的这些，如果对你或者你的父母有一点点帮助，就请点个赞，让更多需要的人看到。有腿肿困扰的朋友，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情况，我们一起聊聊。也请把这条视频转发给身边腿脚浮肿的亲人，说不定就帮了他们一个大忙。祝愿每一位长辈每天早上起来腿脚轻盈，迈开步子走得稳，走得远。